因为无缘无故被餐馆老板辞退，老实巴交的布莱德归还了洗干净的工服和工牌，但他越想越憋屈，索性用力打翻备餐柜来发泄心底的情绪。可是接下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举动居然唤醒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布莱德为了报复餐馆老板，开始滥杀无辜。可是冤有头债有主，人家餐馆吃饭的客人也没惹到你啊。或许布莱德还没有到丧尽天良的地步吧，他只将目标锁定在餐馆老板的身上。这点从他对待身后路过大爷大妈的态度上就能看得出来。可这才哪儿到哪儿呀？因为布莱德的复仇计划才刚刚开始。为了阻止他，警方出动了反恐特警组。当看到这小子的身份信息后，着实被吓了一跳。布莱德曾是一位冠军级别的枪手，他的名下注册有一把格洛克和一把雷明顿。特警们十分好奇，这年头怎么可能会有人因为丢了工作就报复杀人呢？怎么想也不至于啊！很快，D20小组就上门搜查了布莱德的住所，当然并没有找到人，却看到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儿童玩具。原来这才是布莱德堕落的真正原因。他本来有个好妻子和一个3岁大的女儿，但资料上显示布莱德的女儿半年前死了。接着，特警们又在垃圾桶里发现了空子弹盒，看样子至少得有200发，而且床上还为自己准备了一套丧服，说明布莱德根本就没想活下去，他要在死之前干一票大的。眼下或许只有他的妻子才知道内情，于是特警组将女人从康复治疗所请过来。半年前，女儿因为突发脑膜炎离世，从那以后，这位母亲每天以泪洗面，然后就染上了酗酒的陋习。要知道，人越在倒霉的时候就越会倒霉。通常夫妻之间没了孩子的话，大部分婚姻都无法再维持下去。但最开始布莱德没有放弃，他接二连三地向老板请假回家照顾妻子，帮助他戒酒调整心情，但也因此被高档餐厅开除了。原来布莱德之前的工作是市中心高档餐厅的主厨，后来生活所迫才沦落到去小餐馆当服务员。从那以后，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还不起房贷，房子被银行收走了，所以警方有理由怀疑布莱德接下来要报复的目标大概是银行和高档餐厅。果不其然，此刻布莱德已经架起枪瞄准了一位银行职员，但好在反恐特警及时驾驶着黑色贝蒂赶到。于是布莱德又将枪口对准了银行大厅里的无辜群众。D20小组马上展开了救援和抓捕行动，在防暴盾和特警精准枪法的加持下，布莱德被打退了。房顶上只留下了一把雷明顿，他趁警方的空中支援没到，从混乱的人群中逃走了。接下来，警方又扩大了布莱德的复仇名单，有当时他女儿死亡时所在的医院，也有在网上曾给出他差评的时刻。所以宝子们切记得饶人处且饶人哦。最后，警方差点遗漏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那就是布莱德的妻子。既然他不想活了，有没有可能会拉着妻子一起呢？而且警方刚刚收到消息，布莱德名下的车辆在路边违停被拖走了，就他那暴脾气肯定会报复呀。于是D20小组立刻赶到了拖车场，果然一进门就看见了老板的尸体，但布莱德的车还留在这里。车内发现了一沓购买鲜花的小票，而那家花店就开在陵园旁边，他的女儿就葬在那里。这时总部传来消息，说布莱德把妻子从康复所强行带走了，并且用格洛克朝一名警官开了枪，逃走时开的是妻子的车。而此时的陵园里，布莱德正拽着妻子来到女儿的墓前，他的目的是一家团聚，因为他牢牢记得妻子说过的一句话：你不是说女儿死了你也活不下去了吗？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妻子竟然拒绝了他。女人在康复所待了几个月，已经想开了，现在的她不想死，更不想陪着布莱德一起作死。布莱德活得还真是失败啊，连最后的遗愿也破灭了。就在这时，特警们拉响了警笛，急速靠近。布莱德慌了， I don't want this! No! 他抛下妻子躲进了殡仪馆，打算在这里结束掉自己。好在迪肯来得及时，他想劝解布莱德不要做傻事。迪肯也曾因为家庭和工作困扰过，也责怪过银行和医生，甚至单位领导和上帝。他也曾想过用手里的枪一了百了，然后伪装成意外。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活着才是最难的。但好在当时有人抛给他一条救命绳索，而此刻迪肯也想给布莱德一条这样的救命绳索，可没想到他竟然一心求死。多亏迪肯及时出手阻止了他，将布莱德制服后，迪肯话锋一转说道：你可不能死呀，那些被你杀掉的人，你有给他们选择生死的权利了吗？所以你也不配拥有。事情总算是有了结果，但队员小谭还有一个疑惑，迪肯刚才说自己的事情都是真的吗？可你瞧瞧他咋回答的。 Basic negotiating, form a connection, say whatever you need to build their trust. That's all. I'm good. 也许活着难不难这个问题答案只有自己知道吧。关注巨石，明天接着讲。